轩，这一次的达沃斯论坛上面，真的太精彩。除了看到川普，还有什么贝森特、卢特尼克喷来喷去之外，这个人的话被人家形容是什么？他跟预言家一样，马斯克又对了太空讲了一大堆的东西。结果我最喜欢他一段话是什么？他说，原来旗下所有的公司的核心目标就是提升人类，并迈向太空来铺路。我跟你讲，你说真的假的？真的，除了 SpaceX 搞了 AI。在搞了无人车，马斯克真的是玩真的。对，Elon Musk 不断的跟大家讲说，我是一个外星人，我是一个外星人，但没人相信我，他是这样讲的，但我信了，为什么？我信了，他真的是一个火星人，因为呢，他明明在这个一个大谈经济、大谈科技的场合，他跟你谈宇宙文明的存续。换言之，他说人类到底为什么存在呢？对不对？人类为什么需要呢？很多人讲人类是什么呢？是宇宙一种自我察知的形式，代表我们人类是宇宙的眼睛。结果 Elon Musk 说，我们人啊，就是要往太空去。因为呢，你想想看，地球这么小，对，我们占地面积就是这样。对，那未来面对到最大的困境呢，就在于能源。但是因为你一直往里面看，你看不到解答。外太空这么充斥满满的空间，还有太阳。太阳是什么呢？99.8%的能源都来自太阳。对，为什么不取用呢？我跟你讲，正常人的逻辑思维绝对不会这样想。就他说，我要把资料中心打到外太空去，真的是外星人。对，他就这样讲。你看哦，我所有的工作，包括 Tesla， 包括 SpaceX， 包括 XAI， 其实我都只有一个目的，也就是提升人类的生活以及呢相关的品质。但这条路的终极解答就在太空。那再来呢，我们要怎么去太空呢？很简单，他说以后的 SpaceX 是不是以前都打低轨卫星？对。但是未来我们要结合什么呢？结合 XAI。于是打上去之后，我不再打卫星了，我要打什么？我要打伺服器，我要打大脑，我把最强的算力以及最新的 AI 晶片直接往宇宙上去打，然后浮到太空上之后呢，它可以干嘛？它可以大量的在宇宙间进行运算、进行传输。你会觉得开玩笑，对不对？后来你发现不是，因为它还有我们讲 Starship 可以载它的 Starlink 上去，它的 Starlink 第3代现在已经跟你讲说，真的可以装载伺服器，所以往后它想象的是什么呢？打上去之后，整个低轨卫星都是它的运算大脑。对。然后呢，透过我们讲的雷射光的这种光速传输，在宇宙间算来算去，然后再打回来。所以以后你的问题，你如果用 Grok， 对不对？对。搞不好是在太空中帮你回答的。太空帮我解答了。对，所以这很可怕哦。而且它现在这个 IPO， 你不要讲说宇轩你在胡说八道，真的一堆人信了。来，包括一些大摩啦，以及美国的高盛、摩根大通、大小摩，通通呢，以及美国银行，高达1.6哦，是什么呢？兆级的美元哦，对，融资已经准备要给他了。那代表说他一旦上市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搞定了嘛。而且再来，他更聪明的是什么呢？他把这个 SpaceX 打上去，上市之后，对不对？他推行说我是要推行这个太空的，我们讲运算啊，太空的 AI 啊，来照谁受惠？XAI。对，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跟你讲说，我 SpaceX 上市之后，我会把呢大量的股权跟投资呢全部灌注在 XAI 上，这根本是大天才。所以你知道哦，到现在为止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在地表要先拿出一点时机来。无人车，对，无人驾驶。所以无人驾驶，他说现在的问题大部分都解决。3个礼拜之后 ，Austin 是哪里？是美国现在一个新创法规，在德州最开放的地方。就会出现了无人驾驶的车子。那你说它现在的功能到底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直接实测给你看嘛。有人呢就是一样哈，在临近区域，也就是 Austin 这个地方呢，去叫了一台 Robot Taxi。那 Robot Taxi 就是我们讲大家知道都是 Tesla 的嘛，就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有够厉害。对，你看哦，车来了，对不对？就是那个红色的车。对。然后你会发现它干嘛？回转。对，它认得你人在哪里哎。哦。它知道你手机在哪里哎。因为这个地方不是道路哎，我们都以为说车子只会笨笨走道路，就不是哎。你看啊，跑到停车场这边停好好的，然后干嘛？来，请上车啊，各位客人请上车，就等着他上去了。然后你看到他还在旁边绕哦，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说他的这个乘客已经在附近，然后他为什么照一圈他的外表？有够帅，然后呢，照完这外表之后，他就真的上去。上去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来，车上连人都没有，超级可怕。一般哦，在美国，你如果说要开这种无人驾驶哦，照了，他的驾驶说要有监管员，对，也就是要有一个活人坐在那边监管。但你有没有看到活人？没有，代表是全无人。再来哈，第二个，通常他没有人的话，他会有一种防护机制，也就是会有内视镜头。对，那个镜头是干嘛的呢？就是来怕说乘客可能有什么状况、什么意外。我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任何的内视镜头？也没有哦，所以代表说他是等于是上车之后，这台车他只要按一个 start 键，
把它按下去之后，它就会自己开，就出发了。对，而且它这个沿路道路，因为奥斯汀也不是什么烂地方，对不对？它有什么呢？有一些施工的道路。甚至是有一些呢正在建设的道路，他说我看看他表现如何呢，就非常厉害。遇到施工的路段呢，他会自己绕路而行，也不会走。然后遇到车子哦，你看车况其实非常多，这个车况跟台北市差不多。你看前车停下来，他就停下来，红绿灯他也会去辨识。然后呢，在整个完全无人的状况之下，他最后安全的离开。离开之后哦 ，Robotex 干嘛？就悻悻然的扬长而去，帅气的离开。驾驶体验非常好，因为原本伊隆马斯哦，他过去是说什么？说1995年的时候，他付不起维修费嘛，所以他自己呢报废厂呢去修他们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车的车窗，等于他自己徒手去修车。那在2026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呈现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什么？未来整个美国的世界，可能车子也不用你修，对，也都没有人，对，也都没有人开，全部它会自动自发，因为它这个都是大工厂制造出来，所以如果有问题，它回去监测到的话，它会自动在维修，所以变成是整个可能未来车子跟人类的之间的互动性脱节了，变成是完全为我们福音的工具。所以伊隆马斯他根本就是个预言家，每一次他预言说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做什么，虽然都会被打脸一下，没有啊，你不是说几年要做的，但是几年后的过几个月。他真的办到这些事情了。我们对比跟另外一个我们讲的也是号称无人车大国、电动车大国的国家叫做中国。对，你就知道说特斯拉真的有够完美的，不是我在吹。比如说，你有没有玩过神奇宝贝，对不对？对。神奇宝贝什么呢？走一走之后，当，然后那个神奇宝贝从那个你的正前方跳出来，然后挡在你的路上，就不让你走。结果呢，他们是无人车变成神奇宝贝，当，然后中国的新石器无人车逆向，两台车是逆向哦。他直接跟对杠，他们是赌人吧？对，利息被他对杠你，就直接跟他当街对杠哦。然后你看哦，甚至是有些无人车我们讲更可怕，他是干嘛呢？开一开没什么状况的状况下，他自己莫名其妙去跳水。来，你看前面是水池哦，他就这样子，太可怕了吧？头也不回，而且他为什么一直蹦蹦跳啦？很可怕，那车子是蹦蹦跳。然后你看，真的很会跳哈。我坦白说，我看了老半天，我还是没办法理解说你到底怎么骑上那个护栏的。还有一台无人车，本来人家在施工地，然后想说有没有叫便当啊？怎么突然间一台无人车呢从工地呢就这样我们两个直接撞进来？所以你想想看甚至是呢有些无人车会把自己当潜水艇就往水里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对比之后你就发现恐怕呢伊隆马斯克他的预言呢没有人再敢去质疑，因为等到5年10年他都有可能真的成真。傅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讲到，马斯克说我真的做了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要去火星或者是去其他的外太空去探索。结果美国的 NASA 现在真的搞了一个这个东西，他说我们要再去月球看看。我心想不太对哦，因为以前是50几年前去干这件事情，结果50几年完之后就没了。那为什么50几年后，今天他把这种最大的这种月球快递 Artemis 的第2代直接拿了出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要去干这件事情呢？第一个，美国国家要掌控月球的主权。对，因为马斯克虽然是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还是一个私人公司，没有宣布主权。对，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一开始马斯克没有参与，后来马斯克就参加了。对，我在里面最后一个，这阿提米斯4号的时候，就是要建立一套在月球上绕的太空站。对，这个时候2个太空站在太空里结合，一个就是阿提米斯4号，一个就是 SpaceX 的马斯克的太空站，2个在空中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绕月球的太空站。对，这是第4步，马斯克就参与。对，所以傅老师，我们今天想要问的是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Artemis 2，这个现在被大家讲说，这里面是藏着非常多高技术的玄机是在里面，而且那种高运算上面，今天要推出这个，等于是全世界精英或者是美国精英集大成，要把它送到月球上面去的。台积电的晶片就在上面哦，而且黄仁勋的晶片，我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可能2号不行，4号可能可以上。对，然后这个里面，然后这张照片呢，就是4个太空人，注意这很有玄机哦。这4个太空人里面，并不是都是美国人哦。少和，你看，一个枫叶国旗，对，加拿大人。哦，所以3个美国人配1个加拿大人。对，那现在呢，加拿大跟中国关系越来越接近，
这个川普会不会有什么下一步，我们都不知道。对当然，诚如少科说了，这里面很多高科技一起并在里面，所以这一次等于是在做一个系统整合。而且我觉得里面最难是什么？光是98公尺的巨无霸火箭，光是运，也太难了吧！平均1.6公里的速度这样过去，这个也是原来阿波罗计划下面的一个主要产品，做过稍微的改良，因为它的火箭毕竟不太一样嘛，对，所以这套东西现在目前在我们现在正在播的，所以傅老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什么？他们的履带车，对，他们走非常非常的慢，1.6公里每秒，你看比我们那个骑个脚踏车可能都差不多了。走路都可以慢慢跟着，你看那个走路可以跟它慢慢走嘛。对，注意到它两边就是固体引擎，就是 shuttle 那个时候用掉的剩余的，中间是主引擎，用液态氢跟液态氧，70万磅的液态氢跟液态氧要喷注在这个主火箭以及阿提米斯上面太空舱下面那个连接器的2段火箭，所以这个里面有很高深的技术。如果喷注成功，而且漏的情况还在控制之内的话，那么这4个太空人就会上去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要把70万加仑的燃料整个放在喷射这个灌注在这个火箭上面，包括中间这一根啊。那么喷注上去以后呢，这个里面第一要漏，它漏不能漏太多，而且要在一定的时间灌进去，而且漏的不能太多。而且它这个所谓的妥善率要非常的高，所以它是一个精密的数学跟算术式在里面还有工程差错它不能犯的，还有工程问题，它那个 valve 打进去必须要能够马上停留在它的火箭燃烧室的燃料舱里面，对，而且不能漏太多，因为漏太多燃料不够就到不了预定点，不能到不了预定点，它就不能够绕着月球转，对。所以这里面就是有4次，第一次就是测试这个火箭，已经在2022年已经测试成功了啊，无人的，这是无人测试。那第2次就是现在，对，就是1月17号。那么第2次呢，就是把4个太空人放在上面，第一次绕月飞行，第一次绕月飞行，对，所以10天的行程里面，4天是绕月飞行，然后回来。第3次呢，也就是下一次，如果第2次成功。第3次就是要派第一批的太空人，4个人，2个人降落在月球，重温过去阿波罗17号的原来做的事情，要再重新再做，同时要建立一个太空基地在上面。然后这个太空基地呢，主要就是在月球南极，因为现在已经发现月球南极的水已经足以让太空人在那边建立太空基地。当然，首先先要有 power， 要有能源，对不对？然后有水，有能源，太空人就会活。然后练习如何在不是地球的环境中极寒冷的情况能够生存，这是第一步。第2步好了以后呢，将来2030年月球之旅跳过就是火星。傅老师，我们刚刚讲在事前的工作上面要做的非常多，这精密的算术跟你刚刚讲精密的工程是在上面，而这只是第一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这张图是在讲什么？这张图是在讲说，如果今天他上去的话，他上去的话，他要先在地球旁边要先绕，就像我们是拿一个绳子一样，那边绕。你刚刚说在地球绕完之后，抛绳出去之后，到月球这边绕了一大圈，这个一不小心。绳子没抛好，火箭就不知道飞哪去了。推力不够啊，对不起啊，那你要不然就变成地球的卫星，永远在这高轨道或者商位在那边绕了。对，所以说它这个推力的计算要非常的准确。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升空嘛，对不对？升空，升空以后呢，然后根据这个升空的情况呢，然后它从南线这边开始绕了，对不对？然后开始绕了，1号、2号，对不对？然后3号一直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先绕了几圈以后，开始就要进到所谓的准备进到月球的轨道了啊。对，在这个地方，他就要从地球的卫星就要超过所谓第1逃逸速度、第2逃逸速度就要超过了。像第1逃逸速度7.9公里每秒，那你就是变成地球的卫星。
对不对？然后再不然你要变成超过这个地球卫星叫出地球轨道，那就要进到月球，在月球这边绕啊。注意，这次的目的就来这边看绕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团队中间的合作怎么样？对，而且他收集新的资料，在那边收集各种资料，因为在月球背面嘛，这是背面嘛。你注意看，它是到月球背面嘛，对，所以收集背面的资料，而且一窥看看月球的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外星人的基地啊，对，诸如此类，然后慢慢再回来，在7400公里离月球表面7400公里的地方遥看月球，对，遥看月球，同时大量的收集资料。这个资料呢，以往可能在阿波罗计划的时候没有收集得很完善，所以这边大量的收集，为了什么呢？为了将来要在月球的南极基地做准备。所以傅老师这一次这样绕3圈再出去，哎，这个过去以你专业过来看，这是要一个很强大的精密的计算才去做这样的事情吗？你知道一个地方你算错了，只要偏离轨道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回来，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对，当然会啊。所以你看，这个阿波罗11号的阿姆斯壮，当时这个 NASA 给他推算的距离，一看降落到我的天哪，下面都是崎岖不平的地，完全靠阿姆斯壮本身的力量调整了一个新的地方，平坦的地方降落。所以这个时候到时候就团队合作，随机应变，这个时候就可以显现太空人真正的本事了。傅老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火箭会非常非常快嘛，因为10天内就要完成这样的事情，它的速度上面非常快嘛。对，速度非常的快。我们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是土星5号，也就是当年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到阿波罗17号，它可以把将近118吨的东西送上去。对，然后呢，你看现在目前呢，1月17号要发射的，对啊，95吨。对，那你看看 Starship 马斯克100吨，对，到200吨，然后中国大陆的长征9号啊，预计在2033年它也要登陆月球啊，预计啊150吨，对，所以势必它要赶时程啊，赶时程，所以现在是95吨，它将来会提升到将近150吨，但是是130吨，所以这个里面不但是火箭推力的一个大竞赛，同时也是国力的竞赛。对，那美国就占2个，伊朗马斯克跟这个美国 NASA， 然后中国大陆呢，因为没有列在上面，它是长征9号，在2033年才有机会挑战150吨。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